哎呀，酋长每周日酱什么酱？亲眼所见，亦非真实。今天全世界最美的酱子继续为大家揭秘鹿头黑化的虐心历程。收台。喜欢鹿头的疯狂刷1，喜欢别的监管者的疯狂刷2，或是说出他的名字，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最热门的监管者。其实关于鹿头呢，他的故事用一句话总结，大概就是：我想变个好人，不是，我想做个好人。根据鹿头所有的推演结果，我们大概能得到这样一个故事：年少单纯的护林员班恩，原本和自己的麋鹿小兄弟黑鼻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领主的树林里。可是由于连年的战乱，原本宁静的森林却不断地遭到流民的侵犯。然而，根据第2、3、4条推演结果，我们可以得知，许多流民甚至为了盗猎，在森林中设置路障陷阱。班恩为了保护自己的麋鹿小兄弟黑鼻头，不得不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步地和他们周旋，死磕到底的那种。刚，直到有一天，班恩抓住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盗猎青年，就长这个样的。但是根据第5条推演，我们得知妈妈曾说过要与人为善。从这一条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班恩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一生的错误的决定。遵从妈妈的教诲，班恩放走了这个盗猎青年。但是花有百样红，人与人不同，这个原本善意的举动却被理解成了这个守林人根本就是个软蛋。这一天，被放走的青年带着一帮雇佣兵回到了森林，全然不顾当初的恩情，抓住班恩和黑鼻头。班恩不断地祈求那个曾经被他放过一次的少年，然而少年却毫不领情，当着班恩的面斩下了黑鼻头的头，并将班恩的脸摁向狩猎夹。然而鹿头的结局究竟如何呢？根据班恩的形象和线索显示，鹿头的原型很可能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弥诺陶洛斯迷宫。在神话中，弥诺陶洛斯以童男童女为食，映射到鹿头，其实就是在暗示着我们，鹿头在经历了那次盗猎少年的羞辱后，同米诺陶诺斯一般，一度以残杀少年为乐。这也让我们不禁想到，鹿头是否同庄园附近接二连三的少女失踪案有关呢？在弥诺陶洛斯迷宫中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4对男女被送进迷宫，献祭给米诺陶诺斯。被迫卷入游戏的青年逃不出去的迷宫，一路追杀他们的怪物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难道不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庄园里的一切吗？然而，神话中的米诺陶诺斯惨死于闯入迷宫的青年手下，我们不敢揣测这个鹿头会不会死于逃生者的手下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吓死我了你妈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以后再见到鹿头，他绝对不会对你手软，因为他头上的这个鹿甲正在提醒着他的善良所付出的代价。我们总以为好人必有好报，但守护自己的却往往都是心中的恶。又有多少内心善良的人将自己伪装成坏人，却只是为了保护自己。在下方评论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，或是聊聊你在第5人格里的骚操作吧。关注我们，下周日哎呀酋长酱什么酱，为你揭秘黄衣之主的神秘能力，以及侦探变疯的真正原因。千万记住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。玩手游就看哎呀酋长。